赵露思因葬礼缺席微博之夜，复工拍摄新剧《隐神》，黑眼圈、疲惫面孔外露。20日，小花赵露思在微博上宣布，因失去一位年迈的亲人，将取消原定于25日举行的微博之夜活动。她的粉丝很失望，但他们对她的悲伤过程和她失去的深情祖父母表示同情。赵露思参加完葬礼没几天就复工了，但粉丝们很快发现她的黑眼圈是睡眠不足的表现。这个消息只会增加他们对这位年轻明星的关注。正在与王安宇一起拍摄即将上映的古装剧《神隐》的赵露思，定于25日亮相微博之夜。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群星 CP 赵露思和吴磊同台的机会。遗憾的是，赵露思以不满微博待遇和奢侈着装为由，缺席了此次活动。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些才是她最后一刻缺席的真正原因。摄制组的日程排得很满，他们经常工作到很晚才能捕捉到完美的镜头。一位现场代言人表示，赵露思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后瘫倒在地。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她被小心地护送离开片场，证明了这个消息对她的影响有多深。传闻刚刚去世的长辈是赵露思的爷爷，将她抚养长大。赵露思爷爷需要做换骨手术，住院了。那时的赵露思还没有今天这么出名，但她还是负担了医药费，足见她的孝心和祖孙情深。前几天，被称为吃瓜少女的张小涵在赵露思上班的路上拍下了她的照片，一身粉色古装，散发着仙气的仙气，容光焕发。她用温暖灿烂的笑容向同事们打招呼，显得开心而轻松。然而，最近的照片暴露了她眼睛下方的运动黑眼圈，引发了狗仔队的八卦，质疑赵露思最近是不是睡眠不足，黑眼圈很明显。照片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某些用户推测，狗仔队拍摄的照片质量不佳应归咎于光线不足。考虑到我精疲力竭的工作日程，难怪我当时状态不佳。杨洋的3次相亲绯闻都有故事，一线明星又恋爱了。自从2017年鹿晗和关晓彤公布恋情后，一线明星的情瓜就越来越可信了。爱情本无罪，但像鹿晗这样敢承认的人却不多。这次的情瓜没有提前公布，来得还挺直接把瓜送到了杨洋和王楚然的家门口。不仅有名有姓，还有网友看到他们在马尔代夫热吻，还爆出核酸检测时间都一样1周。此瓜一出，网友纷纷在网上四处寻找蛛丝马迹，除了时间线重合度高，细节层出不穷，还有使用同品牌的手机壳。难道这次真的有极品爱瓜？作为手软的好资源，各种品牌代言，近6000万粉丝的人气顶流主播，杨洋的爱瓜一旦成熟，可想而知，势必让各类社交 App 瘫痪。这次和王楚然一起吃瓜的真伪，完全可以靠网友们自身的福尔摩斯属性来判断了。吃吧，看看瓜熟了没有。有网友表示，在马尔代夫认识了王楚然，并和他住在同一家酒店。对方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看到一张中国人脸后立马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和他同行的人是杨洋。该网友还爆料称，第2天在海边看到杨洋和王楚然接吻，而且还不止2个人，一共8个人。新闻中最关键的信息是马尔代夫酒店、海边接吻和8个人，于是网友纷纷上网寻找答案。首先，他们2个是在马尔代夫吗？爆料网友的位置和 IP 都在马尔代夫。如果只是为了造谣，那成本就有点太高了。王楚然12日在直播中连线彭冠英、张萌时，另外2人穿的是长袖，只有王楚然穿的是短袖，可见2人不在同一地点。在王楚然2月12日发布的自拍中，虽然 IP 地址显示的是北京，但从照片背景可以看出，窗外是一座小岛，北京没有这样的场景。2月20日，王楚然晒出了一张眼睛上有麦粒肿的照片。虽然他没有透露更多信息，但他身后的壁灯正好是马尔代夫某酒店房间里的壁灯。种种细节表明，网友爆料的时候，王楚然很可能正在马尔代夫。那么，杨洋出现在马尔代夫了吗？有网友发现，一位曾与杨洋合作过《特战荣耀》的演员，
带着妻子等人去马尔代夫旅游。该视频于2月23日发布 ，IP 归河北所有。显然，此时他们已经回到了华夏，所以马尔代夫的时间是23号之前。对方也表示旅游地点是马尔代夫。视频中还可以看到，就餐的人数恰好是8人，这也对应了网友爆料同行8人的重要信息点。更重要的是，曾与杨洋合作过的演员妻子还晒出酒店照片，其中一个镜头恰好拍到了墙上的壁灯，和王初然照片后面的壁灯一模一样。舆论发酵后，男演员的妻子删除了这些视频，更加明显这里没有钱。不过，曾与杨洋合作过《特战荣耀》的蒙阿塞也发布了一段在海边游玩的视频，从他的墨镜中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有网友认出了倒影中戴着鸭舌帽的黑衣人，是杨洋。两人同时在马尔代夫结伴出行的可能性增加了不少，但多方信息的匹配依旧没有让大家等到实锤。吃瓜网友直接分为2大阵营，一组认为这些细节足以证明爱瓜的忠诚度，另一组则认为没有2位明星亲吻的照片，所以出门是不是禁止带手机？对于频频上热搜的顶流演员杨洋来说，拥有这样的爱瓜似乎无伤大雅。无论舆论如何发酵，他始终秉承一个态度：不承认、不否认、不排斥。只要没有全脸的真照，就别想撬开这位顶级大咖的嘴。就算粉丝路人为他鼓掌，大嫂的称号也不是随便拿的放在任何绯闻女友的头上。毕竟，从李沁到王楚然，杨洋不止谈过1次恋爱，而且他的3段相亲绯闻也各有故事。杨洋在公司相亲是正常同事见面，还是炒作？5G 时代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吃瓜的速度，但是2G 时代，很多吃瓜的人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李沁被传是杨洋的初恋情人，两人相识于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现在的地位，不过是被李少红看上的新人。还不到20岁的杨洋和李沁，在几场对手戏中成为了最亲密的2个人。每次合影都能看到杨洋站在李沁身边，搂着她的肩膀，十指相扣，双手自然的抚摸，比朋友间的亲热还要甜蜜肆无忌惮几分。保持距离，很少做这种亲密动作的杨洋就完全不一样了。两人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也有些暧昧的气氛。时至今日，恐怕也只有真正的情侣或者宣传作品才敢如此偷偷秀恩爱，可见当时并不红的两人有多么大胆。不过对于这段恋情，两人一直都没有承认过。很多年过去了，杨洋和李沁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然而在2020年，放置在李沁工作室榜首2年的李沁单身声明被撤回，很快引发了关于李沁退单的讨论热潮，表示如果他们谈恋爱就会撤回声明。几乎在撤回声明后，就有网友猜测李沁可能会和杨洋复合。在杨洋发布的新闻中，有一张拍摄于黄昏的照片，当时他正在敦煌拍摄一部影视作品。几天后，李沁也晒出了一张相似度很高的照片，在敦煌举办了一场活动。除了初恋情人，绯闻女友李沁似乎重归于好。杨洋和同公司艺人宋茜也曾有过一段鼻子眼睛的恋情，两人也是因为拍戏认识的。宋茜回国后签下了杨洋的经纪公司，当时爆出两人戴同一顶帽子和同一件衣服，增加了爱瓜的可信度。花费。此前，杨洋对另一半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他直言自己不是贾宝玉，接受不了姐弟恋。不过，在与宋茜的绯闻期间，杨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可接受的年龄差是4岁。巧合的是，宋茜和杨洋的年龄差正好4岁，姐弟俩的关系被传得沸沸扬扬，但并没有拍到真正的亲密照。只有狗仔队曾拍下两人进出某小区互相拜访的视频，直到宋茜站出来把情瓜砸成碎片，直接表示自己目前单身，拒绝炒作和转发，这瓜就不算什么了。前一天杨洋虽然也发了微博，但显得模棱两可，并没有像宋茜那样正面回应感情问题。由于宋茜和杨洋都是贾士凯手下的艺人，不排除擅长艺人包装和宣传的贾士凯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两位演员的话题度和知名度。
这些和杨洋传出绯闻的女演员，几乎个个都和杨洋合作过，都是贾士凯手下的艺人。比如被传与杨洋一起去马尔代夫旅行并热吻的王楚然，正好有一部和杨洋合拍的《我在人间的烟花》即将播出。不久前接受采访时，王楚然还提到这部剧将于今年开机，这让杨洋和王楚然登上热搜的第一传，很可能是在为新剧造势。就像贾士凯手下的宋茜和欧豪合作的时候，也会闹出不少绯闻，两人在一起订婚等新闻层出不穷。就像某家公司的日常运作，不得不说，死活不回应的杨洋，嘴巴是真的硬。本来适龄谈恋爱未必会被所有人抵制，公开承认可能更受欢迎，或者亲手砸碎这个不存在的爱瓜。粉色的，那么你们觉得王楚然是真正的大嫂，还是被拉出来宣传炒作的工具人呢？